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Mainline， 我是 Grace。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Marie Kondo 的整理法。Marie Kondo 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整理达人，他之前出的书《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 Up》说的就是如何去整理你自己居住的空间，然后通过你自己这个空间的整理呢，让你整体的生活得到一个改善。他在 Netflix 上最近出了一系列，也不是最近吧，可能就是前2年出了一系列的纪录片，就是真人秀。他去别人家里去帮别人去整理很乱的房子，就是把别人家整理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看这本书，我也喜欢去看他这个纪录片，去做我自己的整理。那后来他又和别人合作出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呢就是Joy at Work， 就是他认为你不仅仅是在你的家里需要去整理，他认为你的办公空间呢也需要你通过这个 KonMari 整理法去整理。这不仅仅是一个让你的办公空间变得很整洁、很舒适的一个简单问题。他认为一个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整理过的办公空间，它会提升你的办公的效率，而且甚至会提高你自己的工作能力，让你的工作绩效都随之提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所发明的 KonMari 整理法究竟要教大家如何的去整理你自己的办公空间。可能很多人呢也都意识到自己的办公环境需要整理了，但是呢可能真的是有时候太乱了，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 Marie Kondo 就建议大家在整理之前呢，先去想象一下自己整理完后自己非常满意的画面。他认为这种画面呢最好包括3个要素。第一呢，就是你要去想象一下你的办公环境，比如说你的办公桌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摆放，以及周围的这些摆放，这是一个因素。那第2个因素呢，你想象一下你的举动，就是你在这个你整理过的很满意的空间里，你现在可能在做什么？可能是午间休息，你可能正在坐那里喝咖啡。然后第3个因素就是你的感觉，你去想象一下你是不是在整理完后有一个非常开心愉悦，然后心旷神怡的感觉。他认为这3个因素中你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你甚至呢可以在你的感觉中加入时间线，比如说你早晨一来看见这么干净，这么让你觉得很舒爽的这种环境，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然后中午呢你也保持得很好，你中午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通过你的自己这3方面的想象呢，你就会让自己非常的确切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整理的状态。那他还建议你最好能够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的东西呢就有了一个物理的存在，这样你就可以根据你写下来的这个状态去让你的整理结果呢匹配上你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它也会让你保持一个你持续去整理的动力。当你从不同的方面对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状态进行这个描述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越来越清晰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空间，你也越来越开始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当你做的越多呢，就好像一个画画一样，你填补的空白就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整理，你的动力呢也会随之而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对于办公空间的整理，我觉得这一个建议呢适用于我们做任何事情，它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那不仅仅是你可以看见的一些有形的办公空间，包括一些你看不见的，比如说你的邮件，这些你在电脑上储存的东西，你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你一个满意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的收件箱每天要维持多少个邮件，会让你一打开不会觉得有一种 overwhelming， 就是哎呀，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这种感觉。你要把它的日常呢就是维持在这个状态，你要知道你多少邮件留在这里会让你觉得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怎么样，你要有一个大概的这种预估。当你对你自己的满意状态非常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准备好了你自己的 mindset， 就是你开始要整理的 mindset。 之前我们经常说一些什么 mindset 呀、心态观念，就可见呢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适用于我们在事业上或者是各些方面，
而就是仅仅的当你去做一个小小的整理的时候，你也需要一个正确的 mindset 去开始。那 Marie Kondo 整理法的第二步呢，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 mindset 以后，你就要把你所有的物品进行分类，而不是分区域。就像他的家居整理一样，他认为你不是应该分房间去整理，而是去分类。比如说一类是你的办公的纸类用品，一类是什么样邮件，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分类，然后进行一次性整理，并且把你留下的物品每一个物品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即使随着工作内容的增加，你这一类物品会不断的增加，但是只要你每次把这些类物品都放回特定的位置，就不会让你的办公区域重新的变乱。那他还认为呢，在整个整理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舍弃。当你去舍弃的时候呢，你要问自己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留下的这件物品能够燃起我愉悦的心情吗？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舍弃那些令你不愉悦的东西和舍弃你不需要的东西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当你能够从这种比较愉悦的感觉出发的时候，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很积极的正向的办公环境。那我知道有的朋友肯定会问，那我的办公环境里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没有说让我觉得特别愉悦，但是我不能没有它们啊，比如说一些笔啊，一些胶带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没有让我产生特殊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它们不行。那 Marie Kondo 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呢，他把愉悦分为了3类。第一类就是给你产生了直接愉悦的这些物品，比如说你的一个家庭的合照，可能呢它并不是你的必需品，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办公空间里，你就会觉得让你很开心啊，看看家人的照片很开心，那你就应该把这个物品留下。这一类呢是让你直接产生了愉悦。第二类呢是虽然呢它们不能够让你产生很强烈的情绪，但是它们是你的工作的必需品，就像之前说的一些笔啊、胶水啊之类的。如果留下它呢，就会让你的工作变得很顺利，这也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愉悦。那第3个愉悦的层次呢，就是它能够让你的未来增加一些愉悦。比如说有一些文件没有签立的合同，一旦未来它签立了，它就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一定的绩效，它就会给你带来愉悦。那这一类东西肯定也是要留下的。其实如果你不想用愉悦这个词，你可以用别的词来代替。这件物品能不能够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这个物品能不能够让我的工作更加充满动力？你可以用任何你觉得让你能够产生感觉好的词来代替愉悦这个词。所以具体用一个什么样的词问自己不重要，而是说你要确保你留下的每一个物品都能够为你在这个你理想的工作状态中起到一个正面的作用。其实你整理你的工作空间并不是说为了单纯的归纳呀、整理呀，或者是丢弃一些东西，你为了是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职业状态，你是为了让自己的环境去服务于你自己的这种理想的职业状态。那你接下来呢，就可以着手进行分类整理了，把它们先分成一类一类的，比如说纸类、书，然后是一些办公的小工具等等，帮它一个一个的分类，然后分类进行整理。当你对每一类进行整理的时候，就根据之前的3个愉悦层次来挑出符合这3个愉悦层次的物品，然后其他的全部丢弃。你也可以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整理完以后再统一的归置，也可以说是当你整理完了一类，然后你就开始归置。那在众多的这种类别中呢，其实有一类大家很头疼，就是纸。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办公的工作环境都是在电脑上进行的，但是呢，你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纸，而且由于的这个体积比较单薄呢，很容易就被我们随便一放，就造成了我们有很多的纸。那对于纸类的整理呢， Marie Kondo 认为它是唯一一类你不需要一张一张拿起来问这张纸是不是可以给我带来愉悦。他说对于纸你要进行快速的整理，快速的把它们分为3类。第一类就是你马上就要用到的，比如说一些到期的账单，一些晨会需要用的 PPT 的一些备份，这是你马上要用的，这一类留下。第2类呢，就是
一些你不得不留下的，比如说一些合同啊，一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丢弃，必须要用的，那你也留下。第三类呢，就是真的一些纸，就可能上面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是它就让你感觉很愉悦呀，你也可以留下。那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说，纸太多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Marie Kondo 就给了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想象一下，假如说现在有人来了，要把你所有的纸全部扔掉，你要从中抢出最必要的那些纸，你会留下哪些？对于纸类的规制呢，也有很简单的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把它们按类分，比如说计划类啊、合同类啊、纸等等，你也可以按照日期进行分类。那是第一个原则，是分类。第二个原则就是把它们都竖起来放，因为当你把它们叠在一起的时候，当你想找一个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原地爆炸，因为你翻不出来它。如果你竖着摆放呢，就会一目了然。第三个原则就是找一个待处理事务的盒子，把你当天要处理的纸张呢，全部都放到这个盒子里面。那其他除了纸张以外，其他所有类办公用品呢，你也都是要分类的去整理。那如果大家对更细节的东西更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建议的这本书《Joy at Work》。当然了，你整理完以后呢，尤其是你的桌面，尽量只放一台电脑和你必须要经常用的东西，要让你的桌面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状态，这样呢会给你的大脑腾出很多的空间，让你觉得有一个更加清新的工作状态。总之呢，Marie Kondo 还是要强调它的整理原则，就是这一件物品能不能让我工作起来更开心，去给你的每一个物品找一个固定放置的地方，每次用完以后立刻放回，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一次性整理，然后通过一些日常简单的维持，就不会让你的办公环境再回到以前乱糟糟的状态了。当你完成了这一系列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仅给你带来了一个很清爽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可以让你的工作的效率也好，能力也好都有所提高。因为有时候它的这个整理，你会发现通过你自己一遍一遍的问自己，这件东西这个物品能不能给我带来快乐，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物品的一个整理，而是你通过这些一遍一遍对自己的质问，你甚至呢会发现你以后的工作目标甚至生活的方式都有所改进。你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内心渴望的是什么，你会真正的意识到工作目标之下你真正想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我特别建议大家除了这本书要去看一下他之前的整理魔法，是教大家 The Magic of Tidy Up，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 Up， 是教大家如何去整理自己的居住空间。因为我觉得除了你的办公空间你每天都要待在那里以外，你的家居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通过整理这2个空间，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整理自己人生的这么一个作用。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会在 Maylai 为大家的生活发生更好的改变提供持续的支持。Live your truth, love your life， 下期见， Bye， take care。